大家好，我是文雄。跟很多荧幕前的好朋友一样，我也是退休了。现在生活里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跟家人的身体健康。以前呢，我在医院看诊这么多年，我看过太多案例，很多大病其实一开始都只是一些我们不在意的小毛病。今天我想先问各位好朋友一个问题：您身上是不是常常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瘙痒？尤其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股痒意就从骨子里钻出来，痒到翻来覆去，整晚都睡不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这应该是年纪大了，皮肤比较干燥，或者是天气变换，皮肤过敏嘛，擦点药膏，抹点乳液就好了。但是文雄医师今天要特别提醒您，如果您身上的这种痒反反复复发作，抓了半天皮肤上却什么疹子红点都找不到，那您千万要小心了，这很可能不是单纯的皮肤病，而是我们身体里最沉默最能忍耐的器官肝脏正在发出它硬化甚至是走向癌变的第一声求救信号。听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肝脏在我们的肚子里，皮肤在我们身体的表面，干燥生病跟皮肤会痒，这两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原理说穿了很简单，您听我慢慢解释完就完全明白了。这一切都跟我们身体里一种叫做胆汁酸的东西有关系。您听我说哦，我们的肝脏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化学工厂，它每天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造和管理这个胆汁酸。胆汁酸是做什么用的呢？主要是帮助我们消化吃下去的油腻食物。在一个健康的身体里，这个胆汁酸的生产、使用、回收都由肝脏管理的服服帖帖、井井有条。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的肝脏因为长期的劳累，因为病毒的攻击，因为各种原因开始生病，开始变硬，也就是我们说的肝硬化的时候，这个化学工厂的管理能力就下降了，它管不住这些胆汁酸了。这些原本应该乖乖待在胆道里去消化食物的胆汁酸就开始叛变，它们会从肝脏逆流跑进我们的血液里面，随着血液循环流遍我们的全身。那当这些带着毒性的胆汁酸流到我们皮肤的末梢，沉积在我们的皮肤底下，会发生什么事呢？它就会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皮肤的感觉神经，那个感觉就像是有成千上万只看不见的小虫子、小蚂蚁在您的皮肤底下钻来去，您说您能不痒吗？而且这种痒是从身体内部发出来的，所以您在皮肤表面擦什么药膏，效果通常都很有限。这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肝源性瘙痒。这种痒通常有3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各位好朋友可以对照看看。第一个特征就是我刚刚说的皮肤没事。您把衣服掀开来，仔细看，皮肤看起来好好的，光滑的，没有长湿疹，也没有那种一颗一颗的红点，可是它就是痒得不得了，痒到您会忍不住去抓，常常抓到皮肤都破皮流血了，还止不住那个痒。第二个特征是全身都痒。这种痒很特别，它可能一开始是从您的手掌心、脚掌心开始痒，然后慢慢的范围会扩大，蔓延到您的四肢，甚至是整个背部、整个腹部，让人感觉无处可逃。第3个特征也是最折磨人的，就是晚上更痒。为什么呢？因为在白天我们身体的代谢比较快，血液循环也比较好，但是到了晚上，我们人躺下来准备休息的时候，整个身体的代谢速度都会变慢，血液里的这些胆汁酸毒素浓度就会相对变高。所以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经验，就是白天还好好的，可是一到晚上，一躺上床，那股恐怖的痒意就准时来报到，痒得您心烦意乱，彻夜难眠。讲到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好朋友，您自己或是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找不到原因，皮肤看起来好好的，但一到晚上就特别严重、特别痒的经验呢？
如果有的话，欢迎您在下方的留言区简单分享一下您的状况，让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互相提醒。如果您真的有以上我说的这些困扰，请您千万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件小事了，因为皮肤瘙痒只不过是我们肝脏求救讯号中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已。当肝脏持续的受到损害，它的功能一步一步的衰退，它还会透过另外4个更明显、更危险的方式向我们发出警告。这4个信号每一个都非常重要，请您一定要仔细听好。第一个危险信号就是消化不良，怕油腻。您可以回想一下，以前是不是很喜欢吃卤肉饭、控肉，或是炸鸡排、炸排骨这些香喷喷的食物？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光是闻到那个油腻的味道，甚至只是看到那个油亮的画面，就觉得有点反胃、恶心，完全提不起食欲？如果您有这种转变，就要小心了。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您的肝功能开始衰退，它分泌的胆汁不够了。胆汁是我们消化脂肪最重要的工具，胆汁不够，您的身体就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油腻的食物，自然就会产生排斥的反应。这就像一间餐厅的洗碗巾用完了，您看到满是油污的碗盘，当然会觉得恶心，不想碰。第二个危险信号叫做黄疸现象，也就是身体有3个地方会变黄。以前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谁是黄脸婆，但今天文雄医师要很郑重地告诉各位好朋友，这个黄在医学上是一点都不能拿来开玩笑的，这是我们的身体在为我们亮起危险的黄灯警告号志。哪3处会变黄呢？第一黄是眼白变黄，您对着镜子轻轻地把下眼皮拉开，看看您眼白的部分是不是不再是清澈的白色，而是带有一种浑浊的，像被茶水染过一样的黄色，这是黄疸最早出现的地方。第二黄是皮肤变黄，这种黄不是我们亚洲人健康肤色的那种黄，而是一种暗沉的蜡黄的颜色。一开始可能只有脸色发黄，慢慢的会蔓延到全身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是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黄色，整个人气色会非常差。第三黄是尿液变黄，早上起床的第1泡尿颜色特别深，那个颜色不像我们平常说的火气大那种深红色，而是像一杯放了很久、浓到化不开的隔夜茶那种深褐色。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出在我们血液里的一种废物，叫做胆红素。健康的肝脏会把胆红素处理掉，让它顺利排出体外。但是当肝脏罢工了，它没办法处理这些胆红素，这些黄色的废物就会在您的血液里越积越多，多到把您的眼白、皮肤都染色了，并且从尿液里跑出来，所以才会出现这3黄的现象。第3个危险信号是异常出血、腺淤青。您是不是发现最近刷牙的时候牙龈特别容易流血？或者也没有撞到哪里，但身上，特别是腿上、手臂上，动不动就出现一块青紫色、黄色的淤青，而且很久都不会消退。这种情况也要高度警惕。我们人体能够止血，让伤口愈合，是需要一种叫做凝血因子的蛋白质。而我们身体里绝大多数的凝血因子都是由我们的肝脏来制造的。当肝脏功能严重衰退，它就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的凝血因子。您的身体就好像少了很多重要的补丁，血管壁会变得很脆弱，所以轻轻一碰，血管就破了，造成淤青，或者小小的伤口也会流血流个不停。第4个危险信号比较特别，是皮肤上长出小红蜘蛛。您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皮肤，特别是在前胸、脖子还有脸上这些上半身的部位，有没有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点。
这种小点很特别，它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红点，周围还会有很多像蜘蛛脚一样延伸出去的细细的微血管。您如果拿一个透明的笔盖去压它，它会暂时消失，手一放开，它又会立刻充血跑回来。这个东西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蜘蛛痣。蜘蛛痣是怎么来的呢？这跟我们身体的荷尔蒙有关。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体内都会有一定量的女性荷尔蒙，也就是雌激素。我们伟大的肝脏，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扮演内分泌调节总管的角色，它会把身体里多余的雌激素分解、代谢掉，维持平衡。但是当肝脏这位总管生病罢工了，它就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些多余的雌激素就会在您的身体里到处乱窜，刺激我们皮肤表层的微血管不正常的扩张增生，最后就形成了这种看起来像一只红色小蜘蛛的蜘蛛痣。讲完了这5大警讯，从皮肤痒、怕油腻、3处黄、易淤青到长出蜘蛛痣，您可能会觉得很紧张，想说好好的肝脏怎么会说坏就坏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像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还有长期酗酒是造成肝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还有2个非常普遍的隐形杀手，正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掏空您的肝脏健康。第一个元凶就是长期熬夜。我们的老祖宗非常有智慧，中医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卧则血归于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人躺下来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血液才会大量的流回肝脏，让肝脏能够进行自我修复和解毒的工作。所以说，睡觉是肝脏在一天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休息和保养时间。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人习惯晚睡，追剧、看手机，常常拖到半夜1、2点才睡。这种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就等于是残酷地剥夺了肝脏唯一的休息机会。您想想看，一部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它能不坏吗？我们的肝脏也是一样，长期过度劳累，它的免疫力就会下降，修复能力也会变差，自然就容易生病。第2个元凶，很多人都在做，就是乱吃药、乱进补。请各位好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观念：是药3分毒。这句话不只是说西药，也包括我们以为很温和的中草药，甚至是各种保健食品。因为几乎所有我们吃进嘴巴里的东西，不管是药品、补品，最后都得靠我们的肝脏来进行分解、代谢和解毒的工作。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身体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就自己跑去药局买止痛药、消炎药来吃，或者听别人说这个保健品对身体好，那个草药可以固肝，就买一大堆回来天天吃。您知道吗？您这样做其实是在让您的肝脏严重的过劳加班。每一次您吃下这些不必要的药物，都在加重肝脏的工作负担，长期下来就可能造成药物性的肝损伤，甚至引发猛暴性肝炎，那是非常危险的。听到这里，您也别太担心。我们的好消息是，肝脏是我们人体里再生能力最强的器官之一。只要您没有到最严重的阶段，只要您用对方法，从现在开始爱护它，都还来得及。文雄医师在这里提供给您一套非常简单实用的保肝护肝行动指南，只有4个重点，您一定要记下来。第1点，最重要的是调整作息，尽量养成在晚上11点以前上床睡觉的习惯，同时戒烟，限制酒精的摄取，避免让自己长期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第2点是吃对食物，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像是菠菜、花椰菜、地瓜叶；多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像是鱼肉、鸡胸肉、豆腐、鸡蛋；还有高纤维的食物，像是燕麦、糙米、各种谷物。这些食物就像是肝脏进行修复时所需要的优质原料，和帮助身体排除毒素的小刷子。第3点是主动检查。
我强烈建议所有50岁以上的好朋友，每年都应该为自己安排一次定期的健康检查，其中一定要包含抽血检查肝功能指数，也就是 GOT 和 GPT， 并且至少做一次腹部的超音波检查，看看肝脏的实际状况。如果您本身就是 B 肝或 C 肝的带原者，那更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务必要遵照医师的指示，定期追踪，积极治疗。第4点是给已经发现问题的朋友的专业对策。如果您经过检查已经确诊有肝硬化或相关问题，也请您不要灰心。现代的医学非常进步，我们有很多成熟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延缓肝脏纤维化的进程，大幅提高您的生活品质。总而言之，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它出现的这些小毛病、小症状，不管是皮肤痒还是食欲不振，都不是在找我们麻烦，而是在用它唯一的方式，轻轻地提醒我们：嘿，主人，你该关心我了。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用最简单、最正确的生活方式来守护好我们这个最沉默、最伟大也最辛苦的器官——肝脏。如果今天的影片对您有帮助，请帮文雄医师一个忙，点个赞，也别忘了按下订阅，这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次重要的健康提醒。最重要的是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大家一起健康。另外，您知道这种养生内容很珍贵，平台演算法有时候会乱跑，可能滑一滑就找不到了，所以最好先订阅或保存下来，方便您随时复习。我们下期再见。